一觉醒来，我穿成了小说里的炮灰男配，为了追求路演，屡次陷害主角，受裴行之。最后的结局惨了一批，死在了他们婚礼当天。关键这炮灰男配和我同名同姓，都是 Omega， 长得还一模一样。为了保命，我下定决心和路演保持距离，并且要抓紧时间讨好裴行之。裴行之是裴氏集团独子，长相清俊动人，气质高冷金贵，淡漠疏离。而我只是路演的炮灰舔狗之一，甚至还是不停作死的那种。我从上铺爬下来，拿起桌上的抑制剂贴到脖颈，接着抬眼问正在打游戏的室友：“你知不知道裴行之喜欢什么？”室友和裴行之大一的时候参加过同一个社团。闻言，他摘下耳机：“就是那个裴氏集团的太子爷。”我点了点头。室友摘下耳机，拍了拍我的肩：“程程，你还是别打裴行之的主意了，他可不是好惹的。当时我们社团有人想接近他，都被他吓哭了，再不好惹也得先保命。”正思考怎么攻略裴行之的时候，继母给我打来电话：“这周末回趟家，你父亲带你去参加商业宴会。要不是你弟弟没时间，这好事可轮不到你头上。”我急忙追问：“裴氏集团会参加吗？”电话那头继母不悦道：“你少打裴氏的主意，也不看看自己。”他说的更难听之前，我掐断了电话。小说里母亲早亡，父亲没2年就娶了新人，也就是所谓的继母。弟弟苏玉出生的那年，我也才2岁。送上门接近裴行之的机会，我必须抓住。宴会如期而至，我站在角落，从侍者盘里拿过一杯酒，小口抿了起来。裴行之站在宴会最中心，被一大群人围着奉承。男人西装革履，长腿笔直，五官深邃，偶尔露出一抹浅笑，眼底深处是看不透的冰凉，脸上永远带着一份淡淡的疏离。现在的小林都发育的这么好吗？明明都是零，为什么我看起来比裴行之瘦小许多？0比0，气死零！围着裴行之的人问候过，就慢慢四处散开，继续找别人交际。但盯上我的人不止他一个。裴行之笑着拒绝第5个来搭讪的人后，终于等到他落单。我鼓起勇气向他走去：“我叫苏成，也是 A 大的学生，我是 Omega。” 你也是 Omega， 不如咱俩交个朋友。话音刚落，几个人看了过来，不远处的人说道：“现在搭讪都这么高级了吗？”演的有点过了，一群人哄笑。被裴行之冷冷睨过一眼后，都瞬间噤声，非常自觉的走远了。裴行之又转头看向我的眼睛，闻言勾起唇，闷声笑了一声。Omega， 交朋友？我点了点头，看来有戏。对啊，可以吗？裴行之垂眸，悠悠道：“当然可以，毕竟我们2个都是欧米咖。”我内心雀跃，正要多说几句好听的，余光瞟到另一个高大的男人往我们这走来。是陆衍，他很快走了过来。你怎么在这？这句话是对我说的。穿来之前，我这个炮灰兽已经开始追求陆衍了。据我所知，至少送过3次情书，5次爱心便当。当然，这些的归宿都是垃圾桶。内心预警不妙。36计，走为上计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抬腿就要跑路，结果后领却被裴行之揪住。跑什么？我的新朋友！我一脸无辜的回头，裴行之的手直接伸到我的口袋里，拿出手机。我还没有你的联系方式呢。于是我硬着头皮扫了裴行之的2维码。这下可以了吧？那我先走了。这时陆衍伸手拦住我：“等等，我让你走了吗？你们一个个的都是大爷。”他继续说：“为了追我，还要讨好我身边的人，你不嫌烦？我啊！”陆衍，别装傻，你这种人我见多了，这是什么修罗场？绝对不能让裴行之误会我要跟他抢 Alpha。我看向裴行之，脸上满是讨好。我不能跟你抢男人，我不追陆衍了，你别生气好不好？陆衍怔住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
等等，我和他都是 off。他还没说完。裴行之紧抿的嘴唇溢出淡淡笑意。好啊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我离开后，陆衍喝下一杯红酒，看向裴行之，苏城是怎么回事？他不知道你是 alpha， 而且是顶级 alpha。裴行之没有回话，嘴角勾起淡淡的弧度。良久，他注视着我的背影，沉声道：有意思。从宴会离开之后，我哼着歌回了学校。一切进展还算顺利，我仿佛已经看到美好未来。只有联系方式还不够躺平，同志仍需努力。我决定给裴行之发消息，约他出去玩，培养感情。要不要一起去新建的游乐园？听说很多 Omega 都来这里打卡。没想到裴行之秒回好。再次见到裴行之，和上次在宴会的西装革履不同，他穿得很休闲，身着黑色卫衣和运动裤，外面是蓝色棒球服，更显宽肩窄腰，比例极好，发丝被风微微吹起，平添了几分少年气。裴行之走到我身旁站定，一路吸引了不少视线。我忍不住说，为什么童威玲你发育的这么好？他却凑到我耳边，你是真的不知道还是装的？装什么啊？面对我充满疑惑的眼神，裴行之无奈道，笨死了。注意到他脖颈上空无一物，你才笨死了，居然连抑制贴都忘了。我从口袋里拿出备用的抑制贴道，弯腰。裴行之脸色玩味，但还是低下了头。我凑近想要帮他贴抑制贴，触摸到腺体的同时，裴行之抖了一下，随后耳垂逐渐泛红。下一秒，他紧紧扼住我的手腕。有没有人告诉过你，不要随便碰 alpha 的腺体？我对上他的眼睛，我当然知道不能随便碰 alpha 的腺体，可你不是 omega 吗？手腕被箍得生疼。哎呀，你弄疼我了。裴行之见状松开手，被他扼住的部分留下一丝有些惹眼的红痕。忽然，温热的触感再次降临到我的手腕上。裴行之正在轻抚我手腕处的红痕，他闷声道：娇气。这时游乐场卖棉花糖的小贩走了过来。先生，给你男朋友买个棉花糖吧。毫无疑问，这句话是对裴行之说的。我连忙摆手，你误会了，我们两个不是。好啊，当然要给男朋友买一个。你喜欢哪个味道的？男朋友这3个字被他刻意加重。裴行之在一旁认真挑选棉花糖，我的脸一阵发热，心跳也止不住的加速。没过多久，他递给我一个兔子形状的棉花糖，我轻轻咬了一口，笑着说：好甜。下一刻，裴行之凑上前来，在我咬过的地方同样咬了一口，确实很甜。Omega 也可以这么撩人的吗？受不了一点。可惜2个0是没有结果的。怪不得陆衍会喜欢你，我要是 Alpha 肯定追求你。裴行之的脚步顿住，到底是谁告诉你陆衍喜欢我的？你是主角，受他不喜欢你喜欢谁？装什么无知，非要问。我露出蜜汁笑容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哎呀，你这么优秀的小玲 ，Alpha 喜欢你很正常，别谦虚了。那你喜欢我吗？当然喜欢。我话音刚落，裴行之的耳根瞬间泛红，一瞬间变了眼神。真的？我们是朋友啊。当然是真的。他露出一个无奈的笑，其中裹挟几分宠溺。结束之后，裴家的司机正在出口等着。上车前，司机对我说：少爷已经好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。您是他第一个约会的 Omega 等等，这不是管家的台词吗？那我岂不是他唯一的朋友？胜利就在前方。我顺理成章蹭车，和裴行之一起坐在后排。司机开得很平稳，我按捺不住睡意，靠在身边人的肩上熟睡。我嘀咕道：好硬的肩膀。裴行之轻轻抚弄我的发丝，迷糊间我听到他说：是你先来勾引我的，别后悔。醒来时，我安然无恙躺在上铺的床上。我掀开床帘问已经起床的舍友：我怎么回来的？他悠悠道：裴行之把你送回来的。你还真勾搭上他了。我纠正他的措辞，什么叫勾搭？我现在和他是朋友。室友边换鞋边说：程程，友情提示你一下，
别把自己玩进去了，我伸了个懒腰，放心吧，收拾好之后我下楼准备去吃早餐。今天的宿舍楼道比以往都要热闹，讨论声此起彼伏。你们说门口到底是谁的车啊？好酷啊！那个帅哥是在等他的 Omega 吗？那个 Omega 一定很幸福，好羡慕。门外，陆衍正倚靠在车门上，眼神淡漠的看着门口进进出出的人。看到我的瞬间，他眼睛亮了一瞬，直起了身。苏成，你这几天怎么没来找我？陆衍甚至露出一丝委屈的表情。大哥，你可是主角公，不要这么做作可以吗？你不是拒绝我了吗？所以我识相，主动放弃。陆衍听到放弃两个字，有些着急。你先别放弃，万一我愿意跟你在一起呢？渣 A 居然想脚踏两只船，可怜裴行之对你一片痴心。我刚要再次拒绝，陆衍却不给我开口的机会，伸出胳膊把我抱住。下一秒，一双大手将我从陆衍的怀抱拉出，我的后背紧贴着温热的胸腔，脖梗感受到冷冽的鼻息。裴行之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：你不乖了，不乖的小孩要受罚。说完，他走到前面，把手中的早餐递给我，又柔声道：你先去上课，不乖的小孩一定说的是陆衍。我充当和事佬的身份对裴行之说：那你们别吵架，谈恋爱有矛盾很正常，好好沟通，我简直是他们爱情路上的僚机。你说你俩没有我可怎么办？裴行之耐心的点了点头，目送我离开。可看向陆衍的瞬间，双眸瞬间阴沉下来。他还以为你是个 Omega。 裴行之不耐的揉了揉眉心，嘴角勾起一丝讥讽的微笑。薄唇轻启，别再来招惹苏成。陆衍也毫不示弱，他喜欢的明明是我，可马上他就被顶级 Alpha 的信息素压制的直不起腰。面前的顶级 Alpha 此刻不紧不慢点了支烟，无视痛苦万分的人，悠悠道：我知道他很招人，离我的欧米伽远点。你的？他连你是 Alpha 都不知道，躺在地上的人更加痛苦，五官几乎要揉成一团。我只是好奇他还能可爱到什么地步罢了，所以别在他面前说不该说的话。裴行之说完，头也不回，迈开长腿离开。他背影惊傲，低语道：现在该给不乖的小孩一点惩罚了。小说里，陆衍虽然选择和裴行之在一起，可身边不停有各种类型的 Omega 纠缠，既然我们已经是朋友，身为好友，有必要为了裴行之的终身大事着想，帮他守住陆衍的心。到时候两个人和和美美，自然不会出现陆衍把我大卸八块的结局。等他们结婚那天，只要别让我和狗坐一桌就好。想到这里，我忍不住笑出声。坐在旁边的舍友注意到：程程，你谈恋爱了？笑得这么开心，我急忙摆手：你别乱说，我可没有。舍友岔开话题：对了，学校附近新开了家酒吧，我们晚上一起去看看吧。想到自己的酒量，我叹了口气：我还是算了吧，我喝不了酒。哎呀，你就陪我一起去看看嘛，有我呢，你放心，既来之则安之。人生苦短，确实需要享受，现在不耍，更待何时？想到这，我还是答应了。晚自习下课之后，我们就溜出了学校。酒吧里，我看着一旁忽然开始热吻的林 A 怔住，回过神来，急忙拿起放在桌上的酒喝了一口。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。程程，这是我刚点的酒，你的旺仔牛奶还没上呢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重新给你点一杯。没关系，我就是怕你会醉，这杯浓度不算小。你不舒服了，可要告诉我。我点了点头，室友说完，起身去了不远处跳舞。只喝了一口，不至于。然而下一秒，晕眩感直冲颅顶。手机铃声忽然响起，我有些费力的拿起手机，上面显示的备注是金主2字，原来是裴行之的电话。你在哪啊？怎么这么吵？嘴比脑子快，我晕乎乎的回：酒吧。这里好多人啊，我还看到了星星在转，真好玩。听筒里传来裴行之冷冽的声音：酒吧？
苏成，你长本事了。他继续说，喝醉了。没有啊，我没醉。裴行之过来时，我正被一个高大的 Alpha 纠缠。请你喝一杯，或者是给我一个联系方式，选一个，选鸡毛啊！你以为你是谁？头实在晕得过分，我摆手拒绝后，他还是粘着不走。滚！裴行之声音冷冽。那个 Alpha 见状，迅速起身离开。我坐在酒吧的沙发上，眯着眼看到他有些冰凉的眼神，直勾勾盯着我，有种看猎物的感觉。出门时穿的是短裤，酒吧还开了冷气，我蜷缩成一团。他穿着一身黑色大衣，微敞露出了里面的白色衬衫，禁欲感十足。裴行之把大衣脱下，披到我身上。我嗅到一点血松气息，是裴行之身上的香水味吗？真好闻。想靠近他多闻几下时，身体却突然腾空。裴行之把我抱了起来，人我带走了。这句话是跟我室友说的。他的怀抱实在太过温热，我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，身体还往里拱了拱。听到他说又不听话，脑袋清醒一点时，我躺在一张无比柔软舒适的大床上，旁边还躺了一个人。裴行之慢条斯理道：醒了。我缓缓抬头和他对视，露出一个尴尬的笑容。既然醒了，那就好好谈谈。我僵硬的说：谈什么？谈谈你让我吃醋该怎么办？这是找我秋后算账吗？就因为陆衍上午抱了我。小气鬼。说完，他却把被子掀开，一双大手抚上我的小腿，慢慢往上滑到膝盖窝。我的膝盖处一向敏感，裴行之更是用力搓磨。他指节分明的手指时轻时重地复蹭，偶尔还去魔掌我的腰眼。知道错了吗？最为敏感的地方被别人完全掌控。知道。你别摸了，好痒。裴行之却丝毫没有理会，继续说：错在哪了？我强忍着道：不该和陆衍有身体接触。还有呢？裴行之低沉的嗓音在耳边回荡。我大脑早就一片空白。还有，我就只是被迫和陆衍抱了一下，还有什么？我摆烂了，不知道，太痒了。一直到我不自觉挤出一滴眼泪，裴行之才停手，我才终于有力气从他的束缚中挣脱。他的表情充满占有欲。不经过我允许，你怎么能去酒吧？好像忘了刚刚被压制的是谁。我嘴硬道：我去酒吧为什么要经过你的允许？裴行之却装作一脸无辜的样子，用一种近乎委屈的语气说：我们不是朋友吗？好朋友出去玩怎么能不叫我？空气中阴绿着湿气，连带着他的双眼也有一丝失意，好像如果我拒绝他，下一秒眼泪就会夺眶而出。我只好妥协，以后都叫你可以了吧？裴行之这才满意点头，但还是一直注视着我。他的眉眼实在过分好看，四目相对，我心跳如雷。餐厅点完菜后，隔壁座位的 Omega 纠结半天，最后还是选择走过来，到裴行之身旁站定后，害羞道：可以加你个联系方式吗？被要微信的人甚至连头也不抬。我忍不住开口：他是 Omega， 你要了也没用。被无声拒绝的 Omega 听到后反而更加伤心，离开前看着我说：不给就算了，非要这么侮辱人吗？我无辜啊。罪魁祸首不仅冷眼旁观，甚至从喉咙深处溢出一声低笑。怎么会有你这么可爱的笨蛋？不会夸人可以不夸，谢谢。我在天黑前赶回学校，手机刚解锁就有无数条消息弹出来。程程，你没事吧？还活着扣一。都怪我，我不该带你去酒吧，更不该点度数那么高的酒。最不应该的是眼睁睁看着你被裴行之带走。紧接着的新消息是一条学校论坛帖子的链接。我疑惑地点开，裴行之把我抱出酒店的照片映入眼帘。评论区疯狂讨论，楼主居然敢拍裴行之，祝你好运。苏成前2天不是还在追求陆衍吗？这么快就换人了？等等，这真的是裴行之？见证奇迹了，
裴行之第一次和 Omega 传绯闻，裴家太子爷怎么可能看得上苏城？我猜就是玩玩而已。只有我觉得两个人很般配吗？般配。如果是裴行之的话，好像林恋也可以接受。还没有翻完评论，帖子就被楼主删了。回宿舍之后，室友急忙下床把我摸了个底朝天。程程，你真的没事？没事啊。裴行之没有对你做什么？没有啊，挠痒不算做了什么吧？想到这里，我脸瞬间烧了起来。他没对你做什么，你脸红什么？我随意找借口搪塞道，可能是一杆期快到了吧。说曹操，曹操到。周日晴空万里，我的头却昏昏沉沉。舍友约好出门吃饭，临走前问我，程程要不要一起去？我啧啧的回答，今天有点不舒服，不了。好吧，那你照顾好自己啊。我躺在床上继续补觉，没想到再醒来已经快是中午，头却更加昏沉，伴随昏沉的还有腺体隐隐发热。我终于意识到原来是一杆期，马上爬下床找了半天抑制剂，却发现药盒是空的。完蛋了，抑制剂用完了。房间内充满了柚子味道的信息素。不想打扰室友，于是我拨通了裴行之的电话。对面秒接。怎么了？他充满磁性的声音传来。裴行之，我好难受。电话那头的人语气有些焦急。程程，你生病了？我一杆期到了，可是没有抑制剂了。你能帮我送一下吗？裴行之闻言顿了一瞬。马上。不到1刻钟，宿舍门被敲响。程程，是我，开门。门没有上锁，话音刚落，裴行之推门进来后转身上锁。柚子味道的信息素瞬间涌入他的鼻腔。我把手臂从被子里探出，抑制剂给我吧。裴行之却没有回话，他眼睛猩红，呼吸有些急促。他把胳膊伸向我的后颈，将几乎失效的抑制贴撕下来。温热的呼吸打到我的脖颈。宝宝，你好香！下一秒，浓烈的雪松香气绽放，是顶级 Alpha 信息素的味道。裴行之像只小兽，贪婪的索取我的信息素。雪松香气让我近乎崩溃，想要更多。濒临失控的瞬间，裴行之终于拿出抑制剂，然后狠狠的扎向自己。Alpha 清醒过来后，轻轻抚摸我滚烫的后颈。我迷离道：“想要你。”裴行之勾唇：“程程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”他接着说：“宝宝可能会有些疼。”裴行之温柔的将抑制剂送入我的胳膊，大脑渐渐不再混沌，屋内交缠的信息素慢慢散去。我从床上坐了起来。好点了吗？裴行之坐在下面的凳子上，语气是说不出的暧昧。我猛地清醒。等等，你是 Alpha？ 裴行之骨节分明的手指搭在桌上轻敲，悠悠点头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他装无辜说，你问我了吗？裴行之是 Alpha 还是顶级 Alpha？ 尴尬的记忆速回脑海。苏城，你之前都做了什么？你对着一个顶级 Alpha 叫 Omega， 要跟人家交朋友就算了，还把人家跟另一个 Alpha 凑对。对上他的视线后，我瞬间看向一旁。那个，我是真的不知道你是 Alpha。 既然你是 Alpha， 那之前的事能不能当做我在开玩笑？裴行之微微皱眉，随后决绝道：“不能。”他看向我的眼睛继续说：“宝宝，是你先来勾引我的，闻过我的信息素就要抛弃我，你个渣灵！天地良心，我真的没有。”我无力反抗道：“我没有勾引你。”他依然游刃有余，不紧不慢起身，好似我是他的囊中之物。裴行之走到床边，轻轻摩掌我的脸颊，被他抚摸的地方瞬间烧了起来。程程，我喜欢你的信息素味道，也好喜欢你。裴行之说完，柚子气息从我后颈溢出。所以你从我这里逃不掉，我好像身处沼泽，周围一片寂静，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要彻底陷入时，裴行之将我打捞出来。宝宝，
收好你的信息素，我不确保自己还能忍住第二次。裴行之的视线灼热，烧得我整个人发烫。正对视时，他的手机响起。裴总，公司的事情有些棘手。他挂断电话之前，我已经团成一团窝在被子里，只有2根呆毛倔强的露出来。程程，好好接受做我男朋友这件事。随后又补充道，我给你叫了外卖，乖乖吃饭。听到关门声后，我才探出头，大口呼吸。接受什么？裴行之喜欢我，还要做我男朋友，就大命了。这不是我计划中的发展。学校论坛又更新了，听说裴行之进 Omega 宿舍楼了。我靠，他不是 Alpha 吗？凭什么？楼上这栋楼都是人家捐的，你说凭什么？我是那个宿舍楼的。裴行之来之前，宿管阿姨通知我们穿好衣服正常活动就 OK。好像苏城就在这栋楼，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可开始磕了。什么都磕，只会害了你。裴行之是 Alpha 这件事，全世界都知道，也没人告诉我这本小说讲的是双 A 啊。舍友回来后八卦问道，论坛上说裴行之来咱们楼了。我答非所问，你知道裴行之是 Alpha 吗？舍友莫名其妙道，这是有人不知道啊，裴行之是全校唯一的顶级 Alpha 啊。我洗了算了。为了躲避现实，跟辅导员请过假后，我决定先在家待2天。苏玉懒散的靠在沙发上，见我进来，放下手里的游戏机，戏谑道，哥，好久不见。接下来的话他礼貌全无。离裴行之远点。我看到你们学校的论坛了，裴行之只是和你玩玩罢了。哥，你别自作多情。苏玉同样是 Omega， 他长相单纯，但性格和他母亲如出一辙。2个人永远把我当成假想敌。你有在这里和我嘴贱的时间，不如先想办法见到裴行之。你说完，我不再理会他，兀自上楼。客厅传来杂乱的声音，是苏玉在无能狂怒。你给我等着！我在卧室不禁笑出声，我这个弟弟真是个傻的。一展期结束后，裴行之要代替学校参加金融竞赛，我才放心回学校继续上课。打开手机时，他的消息不断蹦出来。金主，宝宝，你还有2天时间。我不在，要贴好一直贴，不要让其他 Alpha 靠近你。乖乖听话，等我回来。脸颊瞬间发热，整个人像过了电一般，酥酥麻麻。明明只是几条消息而已，只让我大脑停止运转。我对裴行之的感觉早就已经不清白。在食堂吃饭时，陆衍再次出现，在我身旁坐下。苏成，我真的没有机会了吗？我无奈点了点头。听到他继续说，你恐怕还不知道，裴行之要联姻了。他要联姻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商圈，马上就会有记者报道。陆衍想要牵住我的手，被我察觉到后缩了回去。程程，我不希望你难过，裴行之不是什么好人。陆衍说完起身离开，我坐在原地错愕，思绪像一团遭受炙烤的炭，不停的破裂。联姻？整个商圈都知道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好巧不巧，前人刚走，我就接到了苏玉打来的电话。我都提醒过你了，不要自作多情。哥，你就算再想飞上枝头当凤凰，也要想想人家能不能看上你。他的语气说不出的戏谑。裴行之的确要联姻了。Alpha 果然没有一个好东西。顶级 Alpha 的顶级原来指的是顶级渣男。让我好好考虑，你自己滚去联姻是吧？裴行之即将联姻的报道随后发布，学校论坛再次开始讨论。什么？裴行之要联姻了？小小年纪，英年早婚？我就说他和苏成就是玩玩而已。苏成不会是第三者吧？舍友安慰我道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单恋一只 A。 一会儿有篮球比赛，你陪我一起去看好不好？我知道他是为了不让我多想，但拒绝后还是被生拉硬拽到了体育馆。有几个 Alpha 打到兴头上，直接掀开上衣擦汗。室友见状拉住我的胳膊，激动的说，我靠，没想到班长居然有8块腹肌，
我闻言望过去，认真数起来。哟，的确是8块。我垂头摸了摸自己平坦且肉感的小腹，顿时更加忧伤，不禁叹了口气。欢呼声忽然变大，是裴行之走了出来。他向来能够吸引所有人的注意。他抬起头，在观众席扫了一圈，目光在我这里停留，直白又灼热。渣哎，还有脸看我！我故意躲开他的视线，一直到比赛结束，我起身想要离开，却被裴行之紧紧抓住手臂。程程，不许躲我！我才没有躲你！我对上他的视线，瞬间感到委屈，眼眶逐渐变得酸涩。裴行之见状，一向淡漠的眼底迅速泛起一丝惊慌失措。他小心翼翼捧住我的脸，语气心疼：“宝宝，怎么了？”我有些哽咽道：“授受不亲，你既然要和别人联姻，就不要再来打扰我。”裴行之闻言，唇边勾起弧度：“吃醋了？我吃你个大头鬼！”下一秒，我被他拥入怀中。笨死了，联姻对象是你，只能是你。我愣怔了几秒，随后心脏一阵紧缩。然而裴行之却岔开话题，他咬牙道：“别人的腹肌好看吗？”我盯着班长的腹肌一块一块数的时候，他都看到了，脸上的红晕还没有彻底消散。我连忙摆手道：“不好看，不好看。”裴行之眉眼稍微舒展，没有再给我解释的机会，牵起我的手上了车。温热的触感从手心传来，我乖乖跟他走。裴行之打开车门，我坐上副驾，一直到停车，我才问道：“我们去哪？”Alpha 却凑到我耳边轻声道：“宝宝，现在问这个是不是有点晚了？是裴行之一个人住的公寓。”我无路可逃，裴行之把我抵到墙角，将我困入怀中。昏暗的屋内，月光从窗户溢入，周遭的一切好像都是静止的，只有2颗炽热的心在不断跳动，靠近。裴行之呼吸急促：“和我在一起好不好？”心里早已泛起涟漪，说不心动是假的。我点头的幅度机不可见，不过还是被他捕捉到。下一秒，身体腾空，裴行之把我抱到了床上。裴行之握住我的手，带到他的小腹上，很硬很热，不许看别人的腹肌，这是命令。违背命令的小孩要受惩罚。我大脑早已空白，眼里只有裴行之炽热的目光，嘴唇感受到温热的触感。突如其来的吻让我更加措手不及，一直到呼吸不稳，裴行之的唇才依依不舍离开。他又亲昵的蹭弄我的鼻尖，我偷偷睁开眼，他微微颤抖的睫毛就在眼前，目光恰逢其时的相撞。宝宝，好喜欢你，顶级 Alpha 都这么粘人的吗？回趟家必须要提前3天和裴行之报备。到家时，父亲坐在沙发上看报纸，我刚把背包放下，继母就假意迎上来：“程程回来了，在学校累不累？看起来瘦了不少。”我懒得跟他搭戏，没有理会。好不容易熬到开饭，我给裴行之发消息：“想你了。”裴行之隔了5分钟才回：“忍一忍，马上到，马上到。”下一秒，家门被敲响。苏玉放下手里的游戏机，不耐烦道：“谁啊？这个时间过来？”他慢悠悠的走过去开门，门被打开的瞬间，直愣住，随后矜持道：“裴行之，你怎么来了？”我望过去时，苏玉脸颊通红，一脸害羞。裴行之一身正装站在门口，修长的指节上提着数不清的礼盒。父亲急忙道：“裴总，您怎么来了？快进来，餐桌上。”继母和苏玉一脸讨好。裴行之不紧不慢道：“伯父，想必你也听说过我联姻的事情。”父亲连忙点头：“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和您商讨这件事。”三脸震惊。苏玉瞬间红了脸，还不忘得意的看我一眼。继母更是乐得合不拢嘴。父亲犹豫道：“我们家苏玉还小，恐怕需要您等2年。”继母插嘴：“哎呀，先订婚也可以。再说了，小玉都成年了。”裴行之在桌下紧紧拉住我的手：“您多虑了。”
我想和程程尽快结婚，自然要经过您的同意。同样，学校论坛早已炸开了锅。裴行之回应了联姻的消息，不是传言，配图是他在酒吧抱我时被偷拍的照片。磕死我了，裴哥又幸福了。所以联姻对象到底是谁？我和裴行之多了无数 CP 粉，甚至还有人在论坛更新我们的同人文，还是带颜色的那种，每次都有无数人蹲。出于好奇，我一不小心点了进去，正看得脸红心跳时，低哑的嗓音从身后传来：“老婆，在看什么？”我慌忙把手机丢到一边，随后被裴行之重重压在身下。你想试试？是肯定的语气。不等我开口，他的唇已经附上来，雪松香气炸开，和溢出的柚子气息不断交缠。窗外的树枝因为暴雨的冲刷晃个不停，打到玻璃上发出声音。暴雨一直持续到后半夜才堪堪停下。我用最后的力气说：“裴行之，你就是个疯子。”